我觉得格局越大的 PM 是对他的 partner 是越多 trust，他不应该 micromanage 合作的团队，他更应该把眼光放在大环境上面，策略上面。对事不对人，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去表达我对这个事情不认同的一个点的时候，我会非常明确的说，我不认同的是你观点里的哪一部分，以及我认为的原因。Hello， 大家好，欢迎到星野频道。今天请到了 Terry， 也是我们星野的 co-founder， 他也是 GoDaddy 的 Design Unicorns。Terry，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 Terry， 我在 GoDaddy 任职，现在是 Senior Product Designer。在我回到设计的这个大家庭之前呢，我有6年的时间是做 UX Engineer， 就是 Peter 所说的Unicorn 一种类型，既是设计师又是工程师，翻译过来呢就是一个会编程的设计师。我很喜欢这个工种。在我回到设计的大家庭的这2年时间里面，我也没有说完全不扣或者是不管工程。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圆融的一个状态，好像去工程师大学历练了6年之后毕业回来，回到了设计师的世界，更有 empathy，去做每一件事情。跟工程团队也非常理解他们的工作，跟我们的设计师们也经常去交流，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对方的一些建议跟意见。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作为设计师怎么样和 PM， 怎么样和 engineer 进行沟通和合作。你作为同时 engineer 和 design， 对于你的沟通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这个问题非常好，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eye-opening 的一个 experience。当我是做工程师的时候，我理解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设计非常的确定，不要再有一些ambiguous 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拿到工程师团队。对工程师来说，每一次编程都是 cost， 每一行 code 都要花钱的。这对工程师来说，你凡是改动一个小小的东西，对他们来说 it's an effort。工程师 to be honest。They are lazy， 也就是因为 lazy， 所以他们 smart。工程师当他发现他开始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自动化，开始写程序啊，开始写 script 啊，开始create 机器人啊，去帮他做一些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工程师 lazy 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是表扬他们。由于他们 lazy， 所以他们会去做一些优化的东西，提高 productivity。整件事情就是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然后当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就理解他们说，原来他们是比较 binary 的，就是说一不二。而且在工程师的世界里面，的确就是黑白分明的，没有太多特别主观的东西，能做就能做，最优化就是最优化。但相比较来说，在设计师的世界里面是相对感性的，真的是100个哈姆雷特，100种看法嘛，非常多主观的东西在设计师的世界里面，不停的去打磨这个产品。当我经历了2趟旅程，既在工程师的世界里面沉浮了一段时间，又在设计师的世界里面，我就看到了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互相需要也互相依赖 ，PM 出来调停。其实你炒的东西出发点都是好的，设计师他想要有个好的用户体验，他也是为用户着想。那工程师想的是效率的东西，他就很理性，他就在想说这个东西怎么用最小的力气去得到最大的效果。他有他们的角度，2个人都没错，但2个人也不待见，因为总觉得好像对方不在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你如何在和工程师的沟通当中，第一去表达你认为什么样的事情很重要，与此同时也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工程师所考虑资源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会经常听工程师说这个东西 cost 会非常的大，它需要的 resource 会非常多。如果你能够带这种思维去带入到设计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也会有很大的 impact， 因为你是可以理解工程师所需要的那个思维。像我们经常看到工程师有时候会说，这个 API call 它大概比方说一个 search， 对吧？它需要花多少钱？虽然很小，但是你如果是每个用户都在 search 上花一定的 cost 的话，这个会增加服务器的成本，增加多少？我觉得作为设计师，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我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既保证用户体验的同时，来降低公司的一个成本。完全同意刚刚 Peter 说的，从工程师的这个角色回到设计师的这个身份之后，
我发现我做设计不一样。以往做设计师的话，可能非常纯粹，也发心也是好的。我只是想出一个好的设计，我完全从用户考虑。其实我也不考虑什么 resources， 不考虑这个 API cost， presentation wise it looks great，但其实它的可实行性非常的差，因为我完全没有考虑说它落地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从工程师大学毕业回来之后，我做设计不一样了。我出的设计方案有考虑到方方面面，甚至有一些 option 是它不一定是最好看的，但它的确是可以最快follow 到用户，然后我们最快可以去实验的。那这个往往有时候就是会影响公司这个业绩，还有它面对竞争的一个反应速度。像去年非常红火的 AI 吧，那我们不能太完美主义。太完美主义的时候，这会拖慢设计师，经常都是非常完美主义，所以不 pixel perfect， 我不愿意让它出去。但当我从设计师的这个身份重新整合了我工程师的经验之后，我就会知道说好看很重要，但是我的设计开始有了分层。我的第一层次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MVP， 能用，对它不一定好看，对我们把它放到 pipeline 的一个目的，其实也就是想试水嘛，对吧？测试的东西你可以比较粗糙的说真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测试的周期很短，就2周时间，我们想测试一个 new idea，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常的精美但是它能用，比如说整个 end to end flow 我们都设计出来，你能 click， 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比如说用户能够 finish the payment， 我们就把它发布出去，然后我们开放给多少流量的用户，比如说我们开放 10%， 可能有100万的用户分流到这个新的体验里面，给到我们一些反馈。2周之后我们决定这个东西去还是留。那如果是留下来的话，我们就继续改进，让它往那个精美的方向去走如果这个东西是不 work， 对我们的business 来讲有 negative impact 的话，那这个东西我们舍掉它也是相对轻易的，因为一开始没有太大的情绪的 investment， 你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我花了3天3夜，我没有闭过眼睛，我来做这个东西，我不舍得把它去掉。但是对于一盘生意来说，的确非常的现实，就不 work 就不 work 这里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在过去几年，包括我们正在做以及未来会做的，就是一个 experimentation culture。所以所有的设计的 decision 的话，已经不取决于设计师甚至设计团队的喜好，对，而是这个东西我们所有的 idea 都是 good idea， 所有的 idea 我们都愿意去尝试。我们建立一个 experimentation pipeline， 好像一个实验室的一个环境我可以真的。昨晚做一个梦，我有个 idea， 我就跟团队说，然后团队说好，我们就开始 arrange 一个 experimentation。工程师也会参与，我们有设计一个非常精简的版本去测试这个 idea end to end flow。工程师是 on board with us，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us。2周的周期，我们看这个东西 work 不 work，不 work 的话，起码我们学习到这个东西不 work。以后我们可能就以这个经验为前提，此路不通，那我们就不走。是如何判断这个产品不 work 的，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会就把这个项目终止？现在全都是 data， 对，我们都看 metrics。我新用户通过 funnel 下来，最终多少人到底会去 publish 这个 website， 那就是我们在看 key 的 metrics。每个实验其实它都涉及到设计这个层面，但我们是跟 PM 一起去设计的。一场实验里面，我们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变量我们可能只变其中的一个 UI， 就只测这个东西，也不要有其他干扰。很像 A/B testing。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像一个科学性行为了。大家也非常理智，开始把不理智的设计师也变成理智了。特别有意思是，我觉得这个是 To C 跟 To B 很大的一个差距。像 To C 的话，你们有大量的用户嘛，可以做非常 data driven， 我就纯粹 A/B testing 就看结果。但是像 SaaS 和 To B 的产品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第一是它用户量没有那么高，第二是它的流程非常长。你得到那个数据并不一定准确的反映了它在里面是否经历了一些问题。我们做很多 research， 我们会做更多的 quality， 会去看整个流程，它不是一个 KPI 来决定，它可能是看你整个流程的一个满意度，或者是整个流程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SaaS 跟 To C 产品的一个差距。任何的事业它之所以存在，它之所以持续的被支持，被喜爱，那肯定都是做3件事的其中一种嘛。Save time, save money, save energy。这就是 create value 的一个核心。SaaS 如果你不能测验，那你就通过其他方式去 validate 这个用户体验到底有没有省时间。SaaS 的这个 scale 其实比较大，一家公司可能100万员工都要用你这个东西。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会做很 unique 的use case， 一个用户的那一个 deal 如果特别大，我们可能要 specifically 为这一个公司去设计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案。
我非常敬佩我一起合作的 PM， 就是他看的东西非常的高，非常的大，战略啊，包括整个年度的规划呀，甚至是随机应变，你真的能够看出来好的 PM， 好的 PM。格局非常的大，我觉得格局越大的 PM 是对他的 partner 是越多 trust，他不应该 micromanage 合作的团队，他更应该把眼光放在大环境上面，策略上面。我怎么样能够把一个产品成功的从零带到一？其实我很期待 PM 能够给我的一个支援是告诉我们 go to market strategy 是怎么样，然后市场有哪一些反馈，它甚至是能够很快的告诉我从 sales team 有哪一些 feedback 过来，我们有哪一些是不足的地方。PM 是一个很好的 resource， 如果他能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就是 user 之外，从商业角度的一些反馈。说到 PM 的话，我也见过说有非常注重用户体验设计的，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 PM 的。他们有他们的发光点，像你所说的策略方面他会弱一点，那就要看你的那个 organization 是怎么去 support 他。他如果没有这个 go to market 的 strategy 的，他看不到的东西应该是其他人来帮他补上这个 blind spot。我们也不能要求说 PM 一个人1顶3这样子，就是好像神仙一样，也不能。对，一直觉得 collaboration 这个话题叫 cross functional team，觉得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你能够把你自己摆在他们的位置去思考问题。作为设计师，我可能亲自会去写 PRD， 我会去参与这个 roadmap 的制作，会去想，我们产品接下来需要补足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我们怎么样来影响下一个季度的一些计划。对，如果你能够站在这个角度去有一些思考，你会更容易和 PM 和 engineer 都在同一个频率。比方说 engineer 可能会考虑成本问题，会考虑它的效率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有在这个思维的能力的时候，你是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的。我理解他们，但同时我在行为上面，我在我做的事情上面，我是不越界的。比如说 product requirement 的话，那的确是 PM 的职责，我可以帮他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我不给机会他锻炼的话，他不会在这个方面有成长。组员跟组员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就嘛。对，你能看到他现在当前所缺的，但同时你不会着急，就说，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你没有能力写这个，我来帮你写吧。我不想做这个事情，我更希望说有朝一日通过训练，通过 practice 的话，他是会达到的。I trust it。我是希望他从 PM 的角度来帮我看到我的盲区。PM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他能做我不能做的，我就希望他在这方面多给我意见。他厉害的地方就是 data，还有这个大环境到底怎么样。刚才你有提到一点，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提到 trust 这一点。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怎么和组员之间建立这种 trust， 就是怎么样能够构建一种更好的一个关系？首先你要有个信念，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大家选择成长的方向，还有力度不一样。我是选择设计，我的 PM 是选择商业，工程师是选择在技术上面不断的精进。这个我底层我是 trust 他们的。PM 新来的他不懂产品，这只是暂时的，而且他本身是带着他另一套的经验，还有另一套的 knowledge 来我们这里，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去适应，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就放在一个对立的一个关系上。你如果能够给 PM 或者是 engineer 给他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组的一个节奏，我们组的一个习惯，对于他能够建立这种信任感是很重要的。对，在 trust 的体现上面，对事不对人。比如说他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会有组员会直接跟我说 this is wrong，但是我的说法会说 that's not matching the fact。当你说这个人 wrong 的时候，你有点是对着这个人说，你好像不知道情况，你好像不够专业。但我通常会指出来这个事情不符合事实，所以我分了层次，也规避了引起对方情绪上不必要的一些反应。这个也是一个 trust。我们的确还是要给到他 feedback。我们每个组员都是他的镜子。对不对？他不照镜子，不知道自己目前当下在哪里，是个什么状态，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我们要做的角色，也是所有 collaboration 的一个精髓。什么叫互相成就、互相成长？就是成为彼此的镜子。底层的信念非常重要，就在于一点，就是 trust 最根本就是一个 growth mindset。对。我也相信自己是在成长，我很接纳自己犯过的错误。对事不对人，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去表达我对这个事情不认同的一个点的时候，我会非常明确的说，我不认同的是你观点里的哪一部分，以及我认为的原因。这里要说到一点 ，feedback 不等于 conflict。
我是建议大家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面对 feedback。feedback 来到你这里，它其实是好意的，因为爱的反面不是恨啊，是冷漠。对，如果他不 care 的话，他一句话不会说。我就很感恩，就算是一些 negative 的 feedback， 我也感恩说you speak up，you let me know。始终你是设计师，你在这个 project，you are the owner of the design，you make the call。当下把这个 feedback integrate 进来，还是 future phases，future version，这个是设计师决定的。但在 feedback 来到的那个当下，肯定都是感恩的，肯定就是 listen and thank you。你不跟他吵架，就算你 disagree。但是你也要有这个大度，有这个空间，是你让他说完。假设你作为有一些 junior 的 designer，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能够帮助他们在这种多功能的组织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沟通或者一些合作的一些小技巧？Junior designer 我比较常见，自身带的一个滤镜比较重来自于他自己的不自信，因为他总是把自己 junior 的这个 title 认为自己就是低级的，其实不是，只是在一个 learning 的阶段，你去进修，你去一直往上走。其实我很羡慕 junior 的那个状态，因为 junior 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犯错，很天真的说对不起，然后你就会被原谅。其实非常好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尤其是如果当你刚刚加入一个公司的时候，你完全可以 play the new card。比方说这个事情，有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你没有完全理解到，你可以说不好意思，我是新来的，你可不可以教我更多，更主动去理解。就设计师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是共情，共情也带到你的组员之间，其实是能够很帮助你和你的组员形成这种信任和沟通的。我觉得你不仅仅是只是到了新组或者到了新公司打这个信任牌，我觉得你整个junior的这个 stage 你都可以打一个信任牌，你是不受拘束的，相对来讲你的责任比较小，责任小，翻译过来就是轻盈。你能飞，那就去飞翔啊。那初级设计师，我其实比较建议说 stay in your craft。那段时间是你最能够在微观的层面上去锱铢必较的，因为在一个成熟的体系里面，就是 junior designer 是被保护的，上面有 senior designer 去帮你承受一些压力跟负担 ，principal designer 去做策略上面的，在上面就是 director 那些去搞商业上面的一些，他们反映一些大人的东西。junior designer 在这边就是 you are having fun。对。但是这个是很多 junior designer 他不能看到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看到的。你应该是一个天真无邪去 explore， 身边人是支持你成长的，你以最快的速度成长，但是你又不失天真，不失你当时的初心。你热爱设计，你就是热爱设计，你不是为了去讨好你的那些 business partner 而去做设计的，而是你纯粹就是很喜欢。我觉得现在的 junior designer 很多时候思想包袱太重，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一直就想着说我要升职，有点浪费了当下的这个时间。很感谢今天 Terry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设计师怎么样和 engineer 和 PM 工作当中处理关系，以及怎么样在团队当中能够更好的协作。我们也很期待下一次和 Terry 一起聊其他关于设计师还有一些职场的一些话题。谢谢 ，Thank you for having me。谢谢大家，拜拜。